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求助的两组嘉宾，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马先生，41岁，来自安徽，个体；刘女士，45岁，来自河南，销售。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今天来参加节目，我就想问问我老公，结婚之前对我那么好，结婚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难道他之前都是在装的吗？我们都是二婚的人，走到一起就该相互包容。他倒脾气那么大，怎么解决问题？是我不解决问题吗？明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的袒护他们家人，我这个二婚的儿媳妇儿，他孩子的后妈，真是太难当了。我夹在中间是真的很为难，我就想问问，我到底要怎么做，他才能满意？男生最后说了，就想问问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就两个人好像看着委屈都挺大的，是吧？您先说说您二位这个结婚多长时间了呀？我们结婚到现在有8年了。半年？对。那恋爱呢？之前就在一起差不多8年的时间。8年恋爱修成正果，挺不容易的啊！而且都是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经历的，又第二次选择走进婚姻，还恋爱了8年，那应该这日子越过越好了呀。之前我不是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嘛，然后就对婚姻没有什么太大的期望。我们认识以后，他就用他的真诚把我打动了，然后我觉得再试试，然后可能婚姻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才领证了嘛。然后领完证以后，跟他回他们老家那边了嘛。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的钱就是不够买一套婚房的，就先跟他爸妈在一起住嘛。但是住到一起呢，怎么说呢？就我婆婆这个人吧，她属于那种就是生活非常没有边界感。我妈做了什么事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妈？哎，等一下，她现在还没说你妈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你妈什么。她都说我妈没有边界感了，老师。你看回回都是这样，都不让人说话。都这样说我妈了，我怎么让你说话？咱们听一听这个到底什么是没有边界感的事儿啊？你看老师不经我们的允许就进我们房间，然后就乱动东西。那我妈为啥要进你房间？还不是因为你？那我要上班啊。家里面被子你也不收拾，衣服乱丢了一床。我妈进房间收拾东西。那你说的又不是说我让她进房间的，对不对？我白天要上班，哪有时间呀？你看她进房间，你说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呗，然后收拾东西还把东西给收拾没了。就我之前不是买了2件大衣嘛，就在朋友店里头，人家搞促销活动呢，反季销售，我就觉得挺划算的，然后我就买了2件，穿不到嘛，然后就先放到柜子里面，也没再商标。然后就上班的时候，同事之间不都聊自己就是说平常买的什么东西比较划算，我们就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起来我这个大衣了，然后我同事说了，那行呀，那要不你看方便的话，我就去你家看看。我说那行呀，有啥不方便的，是不是啊？那我们下班了就一块回去了。但是回去的时候，我去拿衣服的时候，衣服就找不到了。这我当时找不到，你说同事也在那儿，这不就挺尴尬的吗？我就问我婆婆，我说了，你看妈，我之前买的衣服你见了没？就在柜子里面挂，没摘商标的那种的。她说了，见了。你姐下午不是来了吗？去你们房间拿东西了。然后看到那2件衣服了，说挺喜欢的，然后我就让你姐拿走了。当时我都懵了，不就2件衣服吗？再说了，都是一家人，那是我姐。所以就是这个衣服其实被姐姐私自拿走了，算是您的大姑姐对吧？对。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有啊，人家就说了衣服不值钱，然后怎么着嘛？我说行，那衣服不值钱，那包呢？我之前不是看中一个包嘛，价格不算便宜，几千块钱，然后当时有点心疼，就没有说一下子就买。后来就是我销售业绩好的时候，狠心给买了。买完以后就拿这个包，我不是回去的时候，就我娘家妈妈嘛，给我打电话说我兄弟要办这个满月酒，让我回家一趟。我说行，当然也没想那么多，就把这个包拿回去以后就放到柜子里头，我就直接拿着东西就回我们老家了。大概也就3、4天吧。我再回来的时候，包没了。哪儿去了？那我问我婆婆了，我说了，妈，你见没见我的包哈？那个啥，你姐前2天不是来给我送东西吗？就她老背着那个布包啥的，她说我看你包那么多，然后你姐说想买包，我说买啥买？你兄弟媳妇那么多包呢，你拿一个不就完了吗？把那个包给你姐了，你就差这一个包了。我之前给她买的有个1万的包，
你说去参加聚会，参加什么场合，你拎这个1万多的包，那能一样吗？不比这个5000的包撑面子吗？这个是一码归一码的。如果说一个婆婆把媳妇的物品都当作顺水人情的话，我想没有一个媳妇受得了的。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比如说你们2个人的房间，在柜子里面放着10万块钱。那这个钱可不可以说，哎呀，你看你姐家里也没啥钱，都是一家人，就给她拿去用吧。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发生这个事情，它合理吗？我觉得挺合理的，都是一家人，干嘛要分那么清？现在我姐家庭条件确实也不好，但是我妈也并没有拿着这10万钱去给她呀。那你媳妇儿的哥哥或者说姐姐来你们家，是不是也可以随便拿？比如说你挣了10万块钱放在柜子里了，他的姐姐或者哥哥说，哎呀，我们家最近没钱了，去我妹妹家转一圈吧。一看我妹夫挣了10万，行，都是一家人，我拿走用吧。但是一码归一码，想从我这借钱了或者怎么着，得给我打声招呼吧。好，特别好，对吧？应该要打声招呼吧？那一样的呀。那为什么你姐姐就可以不打招呼，你妈妈就可以不打招呼呢？反正我觉得这事我妈我姐都没错。不是啊，你看老师，这之前他是拿我的东西给他姐姐了，是吧？这也就算了，我自己的东西，然后一家人，他这样说了，我可以容忍。但别人的东西呢？我前段不是出国旅游嘛，然后就我朋友让我帮他捎一套化妆品，然后我就给带回来，钱也收人家的了。带回来以后不是上班没时间，没办法去给人家送，我就想着休息的时候再给朋友送过去嘛，就放在屋里面梳妆台上了。这那天下午呢，我临时有点不舒服，不是就突然不得劲儿嘛，然后我就请假回家了。当时我一回去，我婆婆跟大姑姐就在客厅坐着聊天呢。这我大姑姐一看到我回来，人家起身就要走，我也没在意。她走的时候，我见她手里拎挺大一个袋子。这我回房间之后，我包放的时候，我一看梳妆台那个大袋子没了。这我扭脸出来，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妈，那个梳妆台上那个大袋子你见了吗？装化妆品呢？她说见了呀。她说这不刚才让你姐拿走了呀。我说你拿的时候你能给我说一下吗？我说那不是我的，那是我给别人买的。我说小票还在里面啊。然后人家妈说了，别人的你能买一套，你再买一套不就是了？这我给他一说，他还说了他妈说的对。对呀，我妈说的没毛病啊，你直接再给你朋友买一套不就得了吗？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经过他的同意去拿？因为就是因为我姐为这个家付出的多，我现在比她条件好，我就应该补贴我姐。现在她觉得自己非常有理，没有错，这个矛盾放在这儿啊。在小飘，我记得你还说，你说结了婚之后觉得特别的难，还有什么难的地方？我是丁克主义，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也跟他沟通过这个事情，这当时他也同意了。你在上一段婚姻也没有孩子吗？没有孩子。他有孩子吗？我是跟我前妻有一个女儿，现在是13岁。监护权是谁的？是我前妻的。好，那接下来您接着说。他反悔了呀，就听他妈挑拨的，然后就现在跟我说要孩子的事儿。你说你在家说也就算了，你还出去外面跟邻居说。那次不是回来的时候在小区里面，我刚进小区我就听见他在那跟邻居在那说呢，说啊，你看我儿子现在找这个，然后也不知道相中了什么了，年龄吧比我儿子大，还是外地的。然后还不生孩子，你说这女人结了婚不生孩子，她是好好过日子的人吗？那你小区里面大爷大妈在一起聊天，不就是李家长东家短吗？不就聊些家常的话吗？这个老人的思想就比较封建。那你怎么想呢？我觉得我妈说的挺有道理，我也确实有点改变。如果他不要的话，你会跟他离婚吗？不会，还是能过的，对吗？对。好。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又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障碍了，这第二个障碍出现了。你的女儿她有见过这个阿姨吗？她也见过，怎么没见过呀？然后看见我什么都不叫，阿姨也不喊，那恨不得那脸都冲天上去。那孩子不叫你阿姨，那也赖你自己呀！你对孩子说话没好点。怎么又赖我了？你说我对孩子还不行吗？你说他来了想吃什么，我给他整什么，那我哪能知道孩子他肠胃消化不好呀？吃完以后就急着了嘛，及时的那种，然后我就带他看医生嘛。就这事儿，我婆婆知道了，不问青红皂白就骂我说你安了什么心啊？啊，他吃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你都不过我脑子吗？他不就心疼小孩吗？说你两句，说你两句就说你两句呗，你又不会掉块肉。那也不能那样说吧，是不是？那我也不知道呀。你说我跟孩子接触时间短，行吗？那给孩子吃了出毛病了，那我不给孩子吃那也不对了。因为之前他住院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心里也挺害怕的。他再来的时候想吃什么，那我就好好给他说嘛。我说你不能吃那个，就是咱们正常吃饭呗。这你看都做好了，
又不是说只是青菜呀，你都是你爱吃的那种口味的菜，你吃这些不就行了？他不吃，你还哭着去给人家奶奶告状，说我虐待人家，不让人吃东西，让人家饿肚子。这我婆婆扭过来又是不分青红皂白，说你怎么饿肚子狠啊你？你怎么这个样子呀？然后都不让孩子吃东西，孩子长身体呢，你让他饿肚子。我妈说这话也没有别的意思，她就是担心小孩，说了她两句。你妈都对，来，好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他妈妈嘛，你惯孩子总得有个样嘛，是不是？也不能说然后就完全就袒护的不成形的那种了。你说小孩子吧，他吃东西，他挑食儿，然后你说这一桌子菜都在那摆着了，大家都在那坐着了，你一个人你拿这个筷子在那挑来挑去翻来翻去的，那其他人还怎么吃呀？回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他回他这样翻，别人还吃不吃了？那一次吧，我就实在没忍住，我就说了两句，我说丫头，咱这个吃东西的时候，这个饭桌它是有礼仪的，你一翻别人就没法吃了。我说这个行为很不礼貌，我话音都没落，婆，你怎么说孩子的啊？他怎么就不能翻了？我家他想怎么翻他怎么翻，就这样一点一点就在那说着的。那你说她的时候也分场合呀，毕竟是女孩，脸皮特薄，然后你当着一大家的人在那说了，她就感觉下不来台。我也没有想着她把我孩子去教育好，我就想着她平时能不能对我家人好点，态度要好点。好啊。对呀，她平时就像我闺女吧，回去我女儿回去的时候，她就周末回家2天，也就是前段时间暑假放假的时候回家住的时间长点。你看她天天见女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还让我怎么对她呀？就她家人现在这个态度，然后连带着孩子对我态度都明显不一样了。周末在家写作业，然后你说从早上9点，然后到下午4点，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写了2张纸，还是练字的那种，就可劲在那刷手机。我就说，你不要玩手机了，你赶快写作业吧，明天还要交作业呢。你明天上课，人家就看着我阴迷阳阳的给我来一句：“你管得着吗？你是谁呀？你是我妈吗？”我觉得孩子说这句话也没错呀。他是他的继母，他说自己的孩子没错吗？你一方面呢叫他四通几出，一方面呢又说不得、骂不得、打不得。你觉得？你说让他怎么做？你觉得他的态度哪儿有问题？我觉得首先就是他跟孩子的这种方式。他应该怎么是对的方式呢？拿出来真心，然后拿出来耐性，然后去面对我的孩子。我想总有一天他会知道你对他的好吧？那你既然不想照顾他，那你就咱俩要一个呗。你看又回到这个问题。哎呦，你在这儿等着呢，哦，真聪明啊！哎，跟婆婆住在一起这么不习惯，搬出去住呗？那不是因为就是钱的原因吗？然后就是想着我们就是攒个1、2年的钱，然后不就差不多了吗？嗯。可是现在这种状况，我看攒1、2年也攒不了啊。什么状况呀？你看结婚之前吧，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我也没觉得他前妻一直给他打电话呀。这半年的时间，就频繁的打电话找他，就说一些关于孩子呀什么的，就我觉得哈，就是在找借口。然后就是变相的跟他要钱，什么我装修房子了，然后你姑娘看上1张床，孩子要床可以买呀，没问题啊。他也跟我说，我说行呀，买呗哈。他说那个床要7000，我什么床呀就要7000，然后他前妻又打电话了。就说孩子这个眼睛嘛，最近老说眼睛不舒服，我们俩就带着孩子去医院了，然后检查也做了，当时医生说没什么毛病，就是视力有点下降了，平常用眼太多了，注意点，配个眼镜调调就行了。这就带孩子配了个眼镜，你说配个眼镜也不便宜啊，给孩子花1、2千配个眼镜，然后隔了大概也就10天，然后他前妻就又打电话了，说了，你给我转点钱，然后就是我要带孩子去看眼睛。这我们都带孩子看过，你说我们看的就不是医生了。然后说孩子要去旅游，也给他打电话，然后让拿旅游的费用，可以呀，拿旅游人家要3000，他倒好给8000。那你不是带你前妻的钱都给了吗？我可没有把他的钱给了，我当时只不过一听说孩子要出去玩，然后我前妻也得带着他嘛，然后就想，既然出去玩，不就是去消费了吗？没有必要为这个钱操心，所以说我就把钱，连机票钱我就所有转给他了。你们在离婚的时候，你出多少抚养费有约定吗？有3000，那么就3000嘛。现在手机密码也改了。那我改手机密码，你心里没点数？
我有那还不啥说呀？是你的原因？怎么就那你成我的原因上次拿着了？我的手机的时候，正好我前妻发来信息，然后你当时给他回的信息怎么回的？我说什么有错吗？你回的话我都替你说不出口。有啥可说不出口的？前妻发的什么信息？您是怎么回的？他就发，他说了，你看你现在媳妇儿事儿怎么那么多呀？我给你打个电话，然后他还在旁边嗷嗷叫的。你怎么回？我就回他，你怎么说话的？现在是我是他老婆，你只是过去式。哎，我怎么就不能嗷嗷叫了？我问一下那个刘女士啊，就是是不是在你心里面，你对他前妻还是有一点恐慌的？那肯定的呀，毕竟他们之间有孩子嘛。然后现在你说回来以后，又老因为孩子的理由就是说找他，然后事事都跟他联系，我心里肯定是不安全的呀。我就老觉得他俩是不是要复婚呢？那我在这儿是不是多余的呀？然后我就会有这种想法。对呀，你说密码改了，然后给他前妻钱，然后我还感觉他现在好像跟他藏小私库似的。我们就是结婚之前哈，他每个月挣多少钱都有明细的，他都会给我说，然后每个月挣多少他也都发给我，都转给我，我管着。但是现在就是从我们结完婚以后这半年的时间，我不要，没有主动给过我。我前一段时间在他那个上衣口袋里面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发票。然后那个发票上面写的是1万多块钱。买的什么？买的什么？手提电脑。给谁买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就你没见到这电脑，家里没多一个没有，就见一个票。给孩子买的。咱们说说今天来的目的吧，想解决什么问题？女士先说。我就想问问他，我们这段婚姻，他能不能还像之前那样，就是结婚前给我承诺的，然后结婚前那样做的？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不知道这段婚姻还有存在的必要没有了。男士想解决什么问题？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我去怎么做事情才能达到他的满意。好，男士和女士都说了今天来节目的目的了，咱们先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2位嘉宾小张和小丁，你们听完的他们结婚后的这些事儿，你俩有什么想法吗？咱大哥做的也不是特别错，这还不是特别错，毕竟都8年恋爱了，8年恋爱都能走下去了。然后他们的矛盾主要是就是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买不起一套房子，但是我感觉可以租一套房子，可以暂时先搬出去吧。搬出去之后，就可以回到他们之前恋爱的那种状态，可以避免很多矛盾。那就算搬出去了，那婆婆也在吧，大姑姐也在吧？那女生你觉得怎么办呢？我觉得建离婚吧。你觉得过不下去了是吧？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好吗？我觉得一个男人他到底爱不爱你，其实看你婆婆就知道。人有的时候盲目和冲动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以上这些问题暂时我觉得都是可以磨合的，包括说你跟他的孩子的问题，站在孩子角度去思考，他就是生活中、生命中无缘无故多了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先生？你的妻子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只能你自己去解决。你去跟你的亲生的孩子说，这个女人为了你们的家庭做了多少贡献，他未来可以为他的成长做多少贡献，这个道理应该你去跟孩子说，而不是他去跟孩子说，因为他在孩子眼里永远是一个外人。好，接下来说要不要生孩子这个话，你唯一能让他生孩子的可能是你现在改变一下你给他的家庭环境的感觉。你们俩现在没有孩子已经一地鸡毛了，有了孩子再多一个孩子的负担，我跟你说这个女士她承受不起，她也会跟你离婚。如果你还想跟他过，你就跟他提要求，现在就跟他提得明明白白的。那如果不想过了，就趁早别过了，因为人家还想要个娃，就想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改变不了他，你就改变你自己吧。有一个让女人又爱又恨的女人，她叫婆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婆媳矛盾，都是因为婆婆没有边界感所引发的。虽然这个房子是婆婆的，但这个房间是媳妇的，是需要尊重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婆媳矛盾如此的鸡飞蛋打？就是因为这个男人，因为婆婆也在看，这就是一个风向标。为什么很多的婆媳矛盾在有一些家庭它不算矛盾？因为有一个站在中间明事理的懂事理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没有主见，而且时时拉偏架。明明是婆婆错，因为她是我妈，她就一切都是对的，她使得婆婆的行为会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你的丈夫
如果她的认知态度不改变，婆媳关系哪怕不在一个屋檐下，也是矛盾重重。关于要不要孩子，并不是说以前有协议有约定，我现在就不要孩子，是现在的状况不能要孩子，因为再婚半年，你们的状态大家都明白，摇摇欲坠。如果这个时候要孩子，会害了这一个孩子。这个关键是要看男人的态度。所以很简单，如果还想好好过，才半年，我想希望是有的，但关键是作为丈夫自己真实的去反思，深刻的认知到在这些问题上你的角色定位出问题了。关于前妻的问题大可放心，如果他对前妻有这样的向往，不是这样的打开方式，他可能更多的是疼爱和前妻的那个女儿。最后一句话，对前妻和你的那个女儿，你宠溺的有点过分了。在二婚家庭当中有一个普遍现象，如果你们二婚重组家庭，有一方你的前面的孩子是个女孩的话，这个爸爸如果对他现任的妻子态度更好，或者在女儿面前展现出更加亲昵的一些举动，这不会让孩子觉得说我也要对这个后妈好，这会让孩子对这个爸爸更加的反感，他会和这个爸爸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疏离，甚至会对爸爸产生恨意。因为在孩子的心中，他会觉得这个女人是占据了我妈妈的位置，因为在11、12岁的年纪，他没有那么强的能够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作为父亲对于女儿的教育，就是你应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要过分展示亲昵，但是也不能不作为，明白吗？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第二点，我要特别郑重的提一个观点是什么？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去拿走别人的东西，这个行为就叫偷。甭管你跟我是夫妻，你跟我是母子母女，你跟我是姐弟兄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着同样的血脉，但是你不经我的同意拿走我的东西，这个行为就叫偷。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第三点，为什么8年没有发现这个男人的问题，结婚半年就发现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很可怕。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短，恋爱8年，走进婚姻就半年就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这8年，如果说这个男人演，说他装，他能装得了8年吗？装不了。那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恋爱的时候，你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了，你压根儿没有去预估第2次婚姻的难度，你压根儿没有去想象你们第2次婚姻进入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们这恋爱8年白谈了，你根本不认识你身边的这个男人，你在自欺欺人，是你自己疏于对你们恋爱关系的整理，疏于对你上一段婚姻关系失败的整理，盲目的再选择嫁给他，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你的婆婆不满意你，不是今天不满意的，在跟你恋爱的时候，你婆婆就不满意你，你觉得没事儿，结了婚就好了。好了吗？没好。所以今天所有这些事情的局面，有你一半的责任，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自己对自己的婚姻不负责任，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造成了现在这样困顿的局面。想过下去的话，搬出去住吧，继续跟婆婆在一起住下去，你们过不下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听完之后，让我觉得非常震撼，瞠目结舌，让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的一件事儿。那是我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在抽屉里拿了我妈妈的钱去买小画片儿，我妈妈从来不揍我。那一次我爸爸和我妈妈让我跪下，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我这一辈子都长记性。我也一直认为我爸爸妈妈一直都对我很好，一直想买什么都是很宠着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后来我妈把我拉到旁边跟我说，你这个行为叫做偷，虽然我是你妈，但是这叫偷。所以所谓的什么拿包啊，拿衣服呀，拿化妆品啊，首先我真想问一句，怎么好意思呢？这叫没有素质，这叫没有尺度，这叫欺负人，这叫
偷。第二点，说你的孩子啊，吃多了不行，及时了，吃少了不行，不吃也不行，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管完之后，你的孩子说你是谁呀？他对这位后妈的态度从哪儿来呢？他是一个孩子，他没有错，他的态度从你这儿来，从你妈这儿来。还有说你姐姐，你说你姐不容易啊，你自己买不起房，人家闺女不是也跟你过在一起了吗？而且你母亲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外地人，从心里压根儿就把人分成3、6、9等，对自己的闺女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这就叫做自私。还有你的前妻，你俩过得挺好的，我祝福你俩好好过下去，放了人家吧。女士，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啊，8年没有想过结婚吗？当时是不抱什么想法的，但是经过这些年，就是他一直在我身边嘛，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吧，还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也挺真诚的。等于说最后他是用他的真诚把我打动，我才决定再次步入婚姻的。是你第8年的时候才想跟他结婚？对，就今年才结的婚嘛。你知道他母亲反对你们的婚姻，知道吧？听他说过。没有直接接触过。第二个问题，给了多少彩礼啊？没有给彩礼。办事儿了吗？就简单的请一些亲戚和朋友在一块吃饭。我为什么问你这3个问题？没有尊重的爱就是欺骗。我倒不认为他们家人真不懂理不懂事儿，但是在你这儿全都是不懂理不懂事儿。为什么？你想过吗？从上到下呀，婆婆、姐姐、孩子，哪个人给你那2个字儿了？尊重。哪个人给你那3个字儿看得起？没有。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未经你允许拿走你的东西是不对的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但是他们还去做了。你的骨气在哪里？你的尊严在哪里？你的反应在哪里？你接受了。以前是给你一种哄骗的假象，让你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对吗？你没有看中这个男人有多有钱，他没有。你没有看中这个男人多有前途，他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要的是看中你，把钱都给你，围着你转。8年了，不离不弃，你想结婚的时候就结了。你知道他母亲不同意，但是他还做到了，非你不可，所以你信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事实挺残酷的。丈夫，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的女儿劝过你复婚吗？我女儿也给我提过这个事儿，但是我直接给她回绝。你的母亲劝过你复婚吗？没有。但她件件桩桩做的事儿就是逼着你离婚呐。你前妻现在过得应该比你好，你都没钱出去租房，人家装修新房。我不认为她的收入会比你差，我也不认为你想要跟她要一个孩子是真你想要一个孩子，你不想要孩子，因为你以前没有这个责任，你现在补偿，你觉得自己做父亲是一个失败，你在女儿身上找不到这种存在感，就想再去找，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找来的，因为你做不到。你这么惯着她，是爱吗？绝对不是。你也不爱这个女人，你只觉得这个女人现在已经无处可去，她必须要跟着你了，所以你现在开始真相所有都流露出来了。我觉得你甚至于你想过复婚，因为你后悔，你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做补偿，你是以你们的小家的利益在做你的补偿。给你个建议，先搬出去，甚至可以是叫分居，因为你要告诉他你离得开他，他现在认为你离不开他了。您今年40有5了，什么都得听他的，钱也不给你了，手机密码也变了，你还有什么？你没有尊严了，对吗？你先搬出去，你再看他怎么表演。如果真的能打动你，真的能让你感受到说有对你的尊重，有离不开你，你再做下一步决定。你俩待会儿坐那儿好好想想吧。这个结婚半年，说实话，其实正应该是婚后生活最甜蜜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发生这么多的问题，确实不是能够1天2天解决的，需要用智慧，也需要用勇气去面对。如果承担不了的话，就想想后面的路该怎么走。谢谢你们2位，我们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张
22岁，来自河北，销售；小丁21岁，来自黑龙江，实习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我们之前因为一些误会分手了，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就是想跟他说，我是真的很爱他，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误会，他天天和他那些所谓的纯友谊视频聊天，还喊宝宝，这难道都是我误会了吗？我承认我在异性方面确实没做好，但我以后真的会为他而改变，希望他能相信我。在一起这么久，我一直感受不到他有多爱我，我真的不想再这样内耗下去。你俩现在是分手的状态吗？对，还没复合呢。对哦，那不是男女朋友，你俩就是纯友谊的哈，是吧？前男友和前女友，前男友和前女友。所以他们两个人刚才坐在这里很奇怪，两个人互不说话。那今天是男生想要求复合的是吧？对，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他求复合的。哎呦，现在是求复合这仪式感，都来上节目求复合了。来吧，那咱们说说分手的原因是啥？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正常人能跟他处对象。你处了多久？半年多，半年多就分了哈。啊，那行，你说说有啥事儿？你觉得你受不了？首先是他跟那些异性朋友的边界感就特别的模糊不清，而且我跟他说过很多次，他都不改。就那次我们去吃饭，然后我就看怎么有个人给他弹个微信，然后管他叫宝宝。我说这是谁呀？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是他的纯友谊，就是他的一个朋友。我说那你管我也叫宝宝，你管他也叫宝宝，谁才是女朋友啊？因为我觉得宝宝就是一个称谓嘛，我跟我平时的男性朋友也可能叫宝宝宝贝儿的这样叫，但是我跟他没有那种男女关系的那种宝宝意思。好，有女性叫他宝宝，还有什么边界感不清的事？这是一个宝贝姐，宝贝姐走了之后又来一个视频姐，就是那天我们俩在看电影嘛，也是来了个弹窗，就有个女的给他打视频，然后我就点进去他们聊天框一看，很多天两个人一直在打视频。打多久？时长？有的可能10多分钟，有的可能几分钟啊，然后还可能分享点日常，聊一点有的没的什么之类的。什么叫有的没的？就比如说啊，我在干嘛呢？然后我在干嘛呢？然后哎呀，今天累死了这种。那会有一些什么互相安抚、互相安慰的话吗？我就没太仔细看，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直接把手机甩，我说你这怎么地的？然后他跟我说这也是他的纯友谊，有大姐，还有二姐，你可能是3姐，我都可能都不是3姐，我可能8姐，有叫宝宝的，有打视频的啊，还有啥姐？还有个火花姐，啥叫火花姐？他在软件上跟人家续火花，就是这个软件上面他需要2个人每天在12点之前给对方至少互发1条消息，2个人才能延续上这个火花。然后这个火花就1天亮，然后2天亮，3天亮，亮了多少天呢？500多天。500天啊！1年365天，他俩续了500天的火花，就说明这500天他俩都有在这个软件上互相发消息才能续上。他这么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发500天啊！他真是有那个坚持的精神。因为我感觉那个朋友也给我发了，他都给我发了，我再不回。他给你发什么呢？看到搞笑的视频啊，或者什么对你有帮助的视频，就是那种互相分享的那种吗？你们俩认识吗？从初中到现在都认识的朋友。那你看到这个怎么办呢？我看到当然就很生气呀，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火候受不了，我说你必须给他断了，我都续了500多天了，哎呀，你这有点太无理取闹了，你太敏感了吧，我就是续个火花而已。我说那你不断，咱俩就没有办法处下去了，然后我俩当时就分手了。你们分手是因为这个事儿吗？不是，后来他又找我和好嘛，然后这个火灭了，他把这个人给删了，然后我俩就短暂的和好了一下。然后我就纳闷了，我说那你和好了之后他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什么？就是那天我们2个在逛商场，就直面走过来一个女的，然后到他面前就说你凭什么把我删了呀？这女的来质问来了。对，她怎么找到你？我说我也没跟你说过我在哪儿啊。那其实是我们有共同好友嘛，我跟我的共同另一个朋友说的，我说我在跟我的女朋友逛商场呢，然后这个他口中的火花姐就过来找我们了。就是火花姐啊。但是我自身我对他并没有那种感情啊，我自身都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当成我的男性朋友，兄弟一样。那你觉得他对你有那种感情吗？他对我，你摸着良心说，我们可都不傻。那我真的不知道，我猜就是这句话。这火花姐还没完呢，还没完呢。当时我就生气啊，我就从商场走了。当时我走了，他也没有过来追我，他就在那个商场哄他那个火花姐。我寻思那你哄去吧，你2、3个小时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回家咱们俩再说这个事儿，你再跟我解释，我想也行。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回来了，那个火花姐打视频来了，打了视频之后，他跟火花姐还在那说，然后说就把手机给我了。
让我跟火花姐说。他跟你说是解释我们真是纯友谊，还是说了什么？对，他就是说我们就是朋友，我们就是朋友，你没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我当时我都感觉我的伤心大过于我的生气，我都生不起来气了。而且我的男朋友帮着他的朋友来跟我对峙啊！我都跟你说了，我们俩就是朋友，你看怎么我俩给你解释你都不听，就这种感觉。那这事最后怎么给他落定的呢？最后分手了，我直接骑车走了。就因为这件事儿，然后你们分手，一直到现在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吗？对。那在你们两个人交往的这半年当中，他除了这些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还有其他的行为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吗？当然有了，还有他那个前女友。前女友怎么了？前女友是没啥问题，他有问题。当时我俩还在暧昧的时候，就差临门一脚了，马上就捅破那层纸，我俩就可以谈上了那种。然后他说带我去看魔术。说带我去看他臭宝的魔术表演，我以为他臭宝是他哥们儿呢，我寻思那行啊，我说那就去呗。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个臭宝是他前女友。这不你也说了吗？咱俩是处在暧昧期，咱俩也没确定关系。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身份去管你。那在一起之后呢？在一起了之后，就在地铁上，我就发现他在那刷视频，然后又刷朋友圈，然后头像都是一个人，然后我一看，这不就是他前女友头像吗？那你既然这么忘不了他，你干嘛来找我呀？是因为当时正好他就刷到了那个视频，你说大数据给我推送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吧。他们两个人现在还有联系方式吗？现在没有了，因为当时我发火了，然后他才不情不愿的删了。因为当时也是因为我喜欢他，我爱他，我才把所有联系方式都给删了。我感觉我做的已经够了吧。你们两个人恋爱这半年当中，你对女生有没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他虽然说我，那你呢？你删你前男友的联系方式了吗？我删了呀。那不是被我发现吗？就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给一个男生发我的照片，我还问他，我说你给谁发呢？他说他给他一个朋友，然后后来就被我给看到了，那个人就是他的前男友。是这样的，当时呢，我前男友给我发微信，因为我在朋友圈官宣了嘛，然后他就说，哎呀，谈恋爱了。我说是谈恋爱了，然后我就拍了一张我男朋友的照片，我说这个就是我男朋友，我说咱俩以后不要有联系了，然后我就给他删了。我不跟他说，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说出来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吧，我就觉得就我直接把他删了，我去做不就得了吗？如果我再晚一天发现，你会晚一天删吗？如果我一直不发现，那你删吗？我当然删呀，我当时给他发照片，我跟他说我就是为了把他删了呀。那你每天下班之后，你就跟你的朋友们，你所谓的男性朋友们，就一起打游戏，开着麦聊着天，那你觉得我能开心吗？不是，那你对我这么多不满，你拉我来录节目干嘛呀？我只是想说，你也不是完全没有错吧？就算分手，99%的错都在我。我打断你一下，男生，你太年轻了。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回心转意，想复合，千万不能说女生错，即便她错了，你都不能说她错。对，但是我也是想让我们俩以后更好嘛，我也想把我的就觉得他的不好说出来。我跟你说吧，首先我们那个游戏它是需要沟通的，就是我在哪儿，然后哪块有敌人，然后呢，我当时戴那个耳机吧，我就听不见他说话，你得过来跟我说，然后我们沟通的时候他就总吃醋。那你跟男生一块玩，开着麦还聊天，那我能不吃醋吗？我也不是没带他一起打过这个比赛，主要是他段位太低，跟我们匹配不上。然后我们平时大家打匹配的时候，我也跟我朋友们介绍他，我说，哎，这个是我男朋友，怎么样？大家都很尊重他。但是我也是为了他而玩的这个游戏而学的。我之前是不玩游戏，然后我知道他喜欢玩，所以我才去练的那个游戏。好，你的不满意是在于你觉得他跟男生玩游戏，对吧？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和前任的这个事儿，你觉得他也没删啊？他说我的前任行，我说他的就不行。我有女性朋友不行，他有就行，我就感觉他有点我跟我朋友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你跟你那些朋友呢？不是，小妹妹，你叫过什么宝宝呀、臭宝啊？悄悄的以前男朋友叫臭宝吗？从来没有啊，那还挺正常。那个刚才那个你们那个短片里面还说到，就是说男生说他特别特别爱你，但是女生一直坚定的表示说我没觉得没感受到他爱我。就是首先你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在一起，是不是要有点仪式感？他都没有，就一束花这么简单的事他都做不到。还是我朋友去提醒他说，哎，你是不是应该给人订束花啊？然后他才订了一束。因为当时我们表白的时候吧，就发生的挺突然的。我们当时表白是在一个聚会上，大家也都喝了点酒，然后就都一起起哄，就说让我跟他表白，然后我就表白了。表白没有仪式感，那你还觉得怎么感觉不到他爱你？就是我们一块出去吃饭，他跟他朋友就一直在聊天，就把我晾到一边，我就跟个傻子一样在那儿。他从来就不在乎我的感受。他就不会想说，哎呀，我女朋友自己在那儿，哎呀，我们这边聊天，他自己一个人多尴尬，他就跟他朋友在那聊。那既然都分了，那这么多问题，你干嘛今天要来呢？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嘛。他有什么好的呀？
因为我平时对他也是很就是关心嘛，我能帮他做的事儿，我尽量不用他伸手。然后他今天觉得我没有仪式感，但是我今天也是带着我的诚意来找他来求复合的。来，你的诚意是啥？做了一个视频短片儿，可以请主持人老师帮我放一下吗？求复合的短片儿是吗？对。没啦。我也是真的带着我的诚意来的，我也想。你想想，你这话要不要说？我还没说完呢。你也不是这点事儿，来，你把事儿都说完了。首先，他跟我的朋友他也不保持距离，就我们3个人出去在那个小区荡秋千，然后当时他就直接伸手推了我那个女性朋友一把，直接就摸人腰上了。那我女性朋友也是个单身，就弄得我们都很尴尬，我就感觉跟他在一起怎么这么丢脸呀？因为他推得很吃力，我感觉，所以我是想出于帮我女朋友一把的这种心态，然后我就推了一把，因为当时也很黑，我也不确定我推到是女朋友的手推的，还是直接摸到了那个女生的身上。那当时我都没推了，你还在那推呢。除了这个事儿以外，还有其他的事儿吗？就是每次我们吵架呀，他就是不说话了，给我感觉就像在冷暴力我一样。就每次都是他在那边呼呼睡着了，然后我在这边生了一夜的气，我就整宿都睡不着觉。我实在困得受不了，睡着了。我俩每次吵架，只要一吵架，他就把所有的事翻来覆去的，就是再重新翻旧账。那不是因为之前的事儿没有好好解决吗？每次我在解决问题，你在干嘛？你在解决我，你就在那敷衍我，说2句你就不耐烦了。男生，你是不是觉得他脾气特大？对，就是他，就是感觉很不尊重我一样。每次吵架对我，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就直接开始吼我了。什么叫我直接开始吼你？每次你都把我逼得急眼了。我好好跟你说的时候，你在跟我说什么？你在跟我狡辩，你在跟我犟。那你也不能当着人扇我吧，直接扇我嘴巴。我是扇你嘴巴吗？我就是轮到你脖子这儿了。那他还说我就是月末的时候没钱了，我跟他要钱，他跟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出去挣钱？你觉得花女朋友的钱合适吗？不合适，当然不合适。是因为我在月初有钱的时候，我也给他花了，因为2个人生活嘛，柴米油盐，他不都得花钱买吗？我没有说2个人在一起谁花谁的钱不行，你花我点我花你点都行呀。但是我们2个人都没钱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也出去挣一挣钱？不要我一个人出去挣钱，我每天挣完那个钱回来，我们俩又都花了，然后我让他出去挣钱，他就在那躺着。这个女生说的对，一个男人在这样的状况下，自己去努力一下，没有错。问题说完了吗？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依然想，就是咱俩这些矛盾并不是不可调解的。咱们俩也有更远的未来，咱俩也不是只到现在都到头了，咱们还有很多的日子。你为什么非他不可呀？你要说出来。因为谈恋爱的时候，我感觉他挺懂我的。他不懂你，我现在告诉你，他不懂你，他不懂你，因为他不懂你，所以他选择了分手。但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把我的做得好的事展示出来，让他可以原谅我。我跟你说，我刚刚已经帮你说话了，你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我说你为什么非他不可？结果你给我的，因为我喜欢他。唉，他就是这样，就是你跟他说话，你就感觉在对牛弹琴，驴唇不对马嘴。你说这个，他说那个。好，接下来我先问问过来人。我觉得弟弟今天既然能来参加这个节目求复合，然后还有他做那个短视频，如果换到是我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一步，我就挺支持弟弟的。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嘛，主要还是看点点滴滴的。如果她是我妹妹，她要找这样的男孩子，我腿给他打断。为啥呢？这么渣，这个搞暧昧，那个搞暧昧，那以后这事儿还能少吗？啊，就再说改能改得了吗？这骨子里的东西啊。妹妹，你太磨叽，你性格太软弱了。你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他有这么多姐，1姐、2姐、3姐，你可能还有不知道4姐、5姐、6姐。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浪子是不会回头的，他生性就是这样，他到哪儿他就喜欢散发自己那点所谓的人格魅力。你要想一想，你能不能接受一个这样的人跟你谈恋爱？你得想明白你自己要什么，人家本来就是个苹果，你非得变成你想要的梨。那么第2点，你着实有点恋爱脑，是因为你觉得他长得帅还是怎么回事儿？你看上他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感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挺开心的。开心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感觉。你未来会遇到很多人，会让你很开心。第3点，女孩子就是你要在两性关系里面，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忍受这个人挑战你的底线，那么你未来在成长过程中，你的配得感会越来越低。
你会觉得啊，是不是我哪里不好？是不是我不配？我真的是跟所有女孩讲，大家都是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养出来干干净净的孩子，不管是你的身体还是你的精神世界，都不要被人糟蹋。我相信今天这一刻，他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但是当他下一次想犯错的时候，他也是真的。你想好，如果你只是想谈恋爱，我觉得这个男孩你可以再看看，因为你还很年轻嘛，21岁，21岁就是应该谈恋爱的年纪，多看看，多体验，实在不行就把它作为你以后人生的反面教材。咱们保护好自己，别的都没啥。那么说这个男孩，你现在真正应该做的就是你干点有用的事儿。男孩子不要觉得说我做什么事儿我犯个错，女孩就一定要说我给你个机会，凭什么呀？我告诉你，你想明白这个凭什么之后，你再来平等的跟他沟通，跟他对话。你现在说的所有的什么你喜欢他开心，我跟你讲，跟朋友在一起也可以很开心，养一条小狗狗也可以很开心，并且还很忠诚。你现在真正应该做的是，我接下来要怎么发展我的人生。我告诉你，比如说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是准备考研也好，我还是准备去工作，我有什么样的实习的安排，我能带给你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从今天开始有什么改变。你务实一点，你要让他知道你们俩的感情不会被物质打败，再去聊那些风花雪月的事儿。男生这么年轻，在恋爱当中怎么能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呢？暧昧是爱情里的一场考验，这一场考验你不合格，但是我认为他的那一种没有和异性的边界感，只是他潜意识当中认为，我只要没有实质性的越界，我就问心无愧。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对现任的女友尊重吗？另外有没有考虑过现任女友的感受吗？前面我们谈到了和前任的关系，我个人的感觉，对前任每个人扪心自问，一辈子都忘不了，但不能念念不忘，不能刻骨铭心。两个人不交往不联系，是对以往的这段情感的一种尊重。如果一旦任何事情和前任纠缠不清，现任一定接受不了。但是我看到了这个男生自己去改错的诚意，只有他认知到自己错，他能够改。另外，这个男生今天来到爱卿保卫战做视频捧鲜花，他是在昭告世界，我现在最爱的就是这个女生，这就是他改的态度。所以现在是一段全新的情感，他出现在你的面前，我是希望女生考虑一下，给他一个机会。于老师担心多余了，他一点不想分手，你就是拿分手当成了一种威胁，你觉得分了，然后他又回来哄你，然后能改掉之前的一个问题，分一次他改一个问题，分一次他改一个问题。但是姑娘，这是你最错误的地方，分手不是威胁，分手也不是让他去改正你觉得他身上有问题的那些地方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这次分手闹大了，闹到我们爱情保卫战了，下次分手去哪儿啊？怎么办呢？所以你压根儿没有想好要分手，为什么要总拿分手当成威胁他的借口？因为其实从你的心底，你也没有那么爱他，没有那么重视他。一个女生是绝对无法忍受另外一个女生叫自己男朋友宝宝的。当你发现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是触碰底线的，那我毅然决然的走，我绝对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当你又发现他和另外一个女生每天都在打视频的时候，而且都是10分钟以上的聊天，这又是一件触碰底线的事情，我也一定会离开他。所以说白了，你在这段感情当中也是游戏而已，没有爱的那么深，所以这些东西刺痛不到你，你只是觉得在恋爱当中这样的行为不应该有，所以你在用分手来当作威胁，让他改正这些行为。甚至我也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恋爱谈的其实没啥必要，因为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半年当中恋爱的状态，一个恋爱当中的女生会天天跟其他的男生在一起打游戏，而不是跟自己的男朋友出去逛街、看电影、约会，因为你们刚刚恋爱半年正是热恋期，正是你侬我侬，谁也离不开谁的时候。
但是一个人能打游戏，一个人跟另外的女生在聊天，你们两个人有什么爱可言呢？大学刚刚毕业，不应该是好好两个人共同规划我们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事业，你们的时间全部浪费在各种异性身上。所以你们先好好想想自己的生活要怎么调整一下，再去考虑恋爱的事情吧。我觉得你们两个很般配，为什么？你们俩都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人，也没有那么在乎男女之间的边界感。在你们20多岁的年龄，没有说到一句关于前途上的事儿，没有考虑一件你们该考虑的积极向上、前途事业上的方向上的问题，都是在打游戏呀，今天又叫谁宝宝了？我帮你算一下，你有多少姐姐啊？第一个是宝宝姐，不管是谁，你的外号叫宝宝是吗？就是一个大男生叫宝宝，我第一次听到外号叫宝宝。第二个是视频姐，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跟女的聊呢？你怎么不跟门口二大爷聊呢？心里都要满足，开心，异性孔雀开屏。第三哈，500天的火花，事业可以不搞，但是500天的火花一定要续上。我也不知道那个火花续了是能救命还是怎么的，还能给这个女的勇气来质问你的女朋友，谁给她的勇气呀？并且不断的在关注前女友，还叫前女友叫什么臭宝哦，臭宝是什么样的关系叫出来臭宝啊？然后就是大数据都特别了解你，推荐的都是你的前女友，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好女孩的话，你会把她逼疯的。幸亏你遇上这么一个跟你一样喜欢玩的人，你呢就是一个处处留情、黏黏糊糊、孔雀开屏、半推半就的人。我不认为这是你年轻，我觉得这是骨子里的东西，你改不了。所以你俩好好处吧。男生其实挺重感情的，可惜啊，你的感情太多了，叫多情。你希望身边所有的人都认可你，到最后啊，你会发现，所有你认为认可你的、欣赏你的人都会离你而去，你会伤很多的人。但你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专情的对待一段感情，如同跟这个女孩也是一样的。你是喜欢她，我能看出来，你想尽自己的方法，你甚至于无力去解决、跟她解释清楚你对那些异性的自己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是最关键、最可怕的事情，你自己说不清楚。本来一个500天的朋友啊，500天的火花嘛，比你们之间的其实感情是更深的。但因你的尺度的问题、分寸的问题，这段感情没有了，你其实很有挫败感。你现在可能这个女孩就作为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能失去她呀。但实际呢，如果你再遇到一些类似事情，你还会重蹈覆辙的，因为你自己没有成熟，没有成长。其实你很缺爱，你很需要爱，什么爱都要，反而怎么样，什么也得不到。我们不能太贪，我们想清楚一件事情，就专一的走下去。女生，我觉得大概率你还是喜欢这个男生的，你也知道他可能并没有实际去做什么，但他的性格让你很烦。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引领他成熟吗？好像你也欠很多，你自己也不成熟，你也会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被他去折磨。为什么分手又复合，现在还是在犹犹豫豫？所以好好想想吧，你们要的感情是什么？我们不能什么都要，我们只有舍才能有得。你俩听明白了吗？那花要不我先替你保管着，待会儿你俩要出来，我给你，你再给他。好，谢谢老师。如果不出来的话，申请这花我带走。好，那接下来呢，两对嘉宾呢，就请你们各自回到转门后，大家考虑一下，如果选择继续的话，我们就出来；如果大家还需要考虑的时间，或者说我现在还没想好要不要分开的话，你们就可以选择不出来，好吗？好，感谢我们4位嘉宾，谢谢你们。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马先生和刘女士，他们是否会选择出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结果。3、2、1，请开门。肯定出来，我觉得不会出来。会出来，会出来。丈夫刚才的表情已经表明了。来了，出来了。
来，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马先生，你姐姐和妈妈去私自动她的东西，拿她的东西，对吗？不对，对错还是得分，是非对错咱得分呀。做丈夫的错了就是错，对吧？哎，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2人吧，一起进入浪漫30秒。来放一下，放一下。看你表现了。好，请亮灯。8年恋爱修成正果不容易，又都各自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洗礼，希望你们能好好珍惜现在的日子。好，祝福你们吧，谢谢，谢谢老师。接下来到这对小年轻的情侣啦，小张和小丁，他们俩是否会出来呢？还有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是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啊，0222360301，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记住，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肯定没有悬念的，肯定出来了。是吗？当然，不要出来吧，未必哟，不要出来吧，出来了吗？没有，赶紧把门关上，关上。做勇敢的女孩。可惜了。好了，这束花呢，其实我倒希望男生拿回去，长一个教训，不是外在这些东西能解决内在的问题的。这个建议我同意。其实我还是蛮遗憾的，我是认为他们真的可以努力的去走一层的。我真的觉得女孩现在勇敢的说不，就是很勇敢、很坚强的事情，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是的，被点醒了，还年轻呢，对不对？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